在唐朝历史中，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，他身处盛唐风云变幻之际，历经唐高宗、武则天两朝核心执政期，亲历贞观之治的余绪与五洲革命的激荡，以卓越的才智、刚正的品格和深邃的政治远见，在波谲云诡的封建官场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。他就是被后世誉为千古贤相的狄仁杰。当时的唐朝正处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，却也暗藏着权力交替的暗流与社会治理的重重挑战。在这样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、忠诚与背叛交织的特殊时代，狄仁杰从一名基层官员逐步崛起，凭借着对国家的无限忠诚、对百姓的深切体恤以及超凡的政治智慧，在司法、行政、军事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，不仅成为武则天时期最为倚重的肱骨之臣，更以一己之力影响了唐朝的历史走向，为李唐王朝的复辟埋下了关键伏笔，成为后世为官者争相效仿的典范与楷模。狄仁杰，字怀英，公元630年出生于滨州太原，今山西太原的一个官宦世家。其祖父狄孝绪在隋朝曾任司农少卿，掌管国家农业与仓储事务，颇有政绩。父亲狄之训曾担任唐朝的夔州长史，是地方上的重要官员。出身于这样的家庭，狄仁杰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，耳濡目染之下，对儒家经典与治国之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幼年时期便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沉稳与聪慧，刻苦攻读，专心治学，常常深夜仍在灯下苦读，并其一切嬉戏玩乐，一心向学。《新唐书·狄仁杰传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：狄仁杰儿时，家中门客被人杀害，官吏前来调查询问，众人都争相辩解，唯有狄仁杰依旧端坐读书，不为所动。官吏见状十分不满，上前责备他，狄仁杰却从容答道：“我正潜心与书中圣贤对话，岂有闲暇应付俗吏的盘问？”这番话虽显年少轻狂，却也充分展现了他志存高远、专注向学的志向。在唐朝，科举制度是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，分为常科与制科，其中常科中的进士科与明经科最为重要。进士科侧重诗赋文采，明经科侧重经义策论。狄仁杰年轻时参加科举考试，以明经科及第，这是他踏入仕途的起点。及第后，他被授予汴州判佐一职。汴州即今天的河南开封，判佐是州府中的低级官员，主要负责协助长官处理司法审判与行政事务。虽然官职低微，但狄仁杰却兢兢业业，认真处理每一件政务，展现出出色的办事能力与严谨的工作态度。然而，初入仕途的狄仁杰也遭遇了挫折，曾被同僚诬告，陷入困境。幸运的是，当时担任河南道处置使的工部尚书阎立本恰好巡查汴州。阎立本是唐朝著名的画家与政治家，善于识人。他召见狄仁杰进行讯问，在交谈过程中发现狄仁杰才华出众，品性正直，绝非平庸之辈，不禁感叹道：“孔子曾说，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过错，就能知道他的仁德。你真是被埋没的人才啊！”在阎立本的推荐下，狄仁杰得以摆脱困境，并升任滨州都督府法曹，负责滨州的司法刑狱事务。这一职位为他日后展现卓越的司法才能提供了重要平台。滨州是狄仁杰的故乡，能够回到家乡任职，他倍感振奋，更加勤勉正式。在滨州任上，狄仁杰不仅严格执法，公正处理各类案件，还十分注重同僚情谊与伦理道德。当时，同府的参军郑崇志需要出使偏远地区，但他的母亲年老多病，
无人照料，郑崇志为此忧心忡忡，左右为难。狄仁杰得知这一情况后，主动找到长史蓝仁基，请求代替郑崇志出使。蓝仁基深受感动，对狄仁杰的品德赞不绝口，联想到自己与司马李孝廉之间的不和，深感惭愧，主动与李孝廉和解。此后，蓝仁基逢人便感慨赞叹：“狄公之贤，北斗以南，一人而已。”这一番赞誉随着岁月流转，传遍四方，成为佳话。而后世也取斗南一人这一典故，用以比喻天下无双、绝无仅有的杰出人才，以此缅怀狄仁杰的高尚德行与卓越风采。狄仁杰在滨州任上的仁厚担当与干练作风早已传遍朝野，其出众的才能也被朝廷愈发看重。公元675年，他迎来仕途重要转折，调任度支员外郎，正式进入中央政府任职，开启了在朝堂中枢施展抱负的新阶段。这一职位执掌国家财富收支与物资调度，要求任职者具备敏锐的经济眼光与出色的统筹能力。狄仁杰在任期间严谨细致，恪尽职守，将各项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，得到了认可与赏识。不久后，他又升任大理寺丞。大理寺是唐朝的最高司法机构，负责审理全国范围内的重大案件与冤假错案。寺丞是大理寺的重要官员，执掌具体的审判事务。这一职位成为狄仁杰展现司法才华的舞台。他在任期间以公正严明、断案如神而闻名。据《旧唐书·狄仁杰传》记载，狄仁杰在担任大理寺丞的1年时间里，判决了大量积压的案件，涉及17000余人，却没有一人因冤屈而上诉。这一数字在当时堪称奇迹，充分展现了他非凡的断案能力与严谨的工作态度。他断案从不主观臆断，而是注重证据，深入调查，无论案件多么复杂疑难，都能抽丝剥茧，查明真相，因此赢得了神探的美誉，成为后世司法官员的典范。在个人品德逐渐成为世人标杆的同时，狄仁杰在司法领域更以非凡智慧与公正无私的精神，筑起了一道守护律法尊严的坚固屏障。他不仅在大理寺丞任上创下1年审结万余件积压案件，无一人喊冤上诉的传奇，更在诸多关键案件中挺身而出，为无辜者辩护，以法理匡正军心，让法律的公正不被权势与情绪所裹挟。公元676年，一桩看似寻常的误砍柏树案，牵动了朝堂的律法争议。左威卫大将军全善才，右监门中郎将范怀杰因公务疏忽，误砍了唐太宗昭陵的一棵柏树。昭陵是先帝陵寝，唐高宗得知后怒不可遏，认为这是对先祖的大不敬，当即下令将2人处死。狄仁杰时任大理寺相关职务，深知2人罪不至死，便毅然上奏，直言劝谏，请求唐高宗收回成命。唐高宗见狄仁杰竟敢为冒犯先帝之人求情，怒火更盛。面对盛怒的君主，狄仁杰依旧从容不迫，原因鼓励据理力争。汉朝时有人盗取了高庙的玉环，汉文帝大怒，想要灭其全族。张世之在朝堂上直言争辩，假如有人盗取了长陵的一捧泥土，陛下又该用什么更重的刑罚来处置他呢？最终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仅将盗贼处以弃市之刑。陛下的律法悬挂在朝堂之上，本就有轻重等差之分，罪行相当才是律法的根本。如今2人只是误伐一棵柏树，罪不至死，而要处死他们，如何取信于天下？况且今日因一棵柏树便诛杀2位大臣，后世会如何评价陛下您这位君主呢？
这番话既点明了律法有等差的核心原则，又提醒唐高宗顾及后世声名。唐高宗的怒气在狄仁杰的理性劝谏下逐渐平息，最终冷静下来，认可了他的说法，赦免了全善才与范怀义的死罪，改为其他惩处，既维护了律法的公正，又避免了一桩冤案。狄仁杰在大理寺的出色表现，让他得到了唐高宗的关注与信任。公元679年，狄仁杰改任度支郎中，并加授朝散大夫，官阶进一步提升。同年，唐高宗准备巡幸汾阳宫（今山西忻州宁武县），特意任命狄仁杰为支顿使，负责皇帝出行期间的食宿安排、安全保卫等事务。汾阳宫位于偏远山区，沿途道路崎岖，筹备工作十分繁杂，但狄仁杰凭借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，提前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，确保了唐高宗巡幸之旅的顺利进行，再次得到了皇帝的嘉奖。在担任度支郎中期间，狄仁杰不仅尽职尽责完成本职工作，还敢于直言进谏，维护法律的公正与尊严。当时左司郎中王本立凭借唐高宗的宠爱，恃宠用事，骄横跋扈，朝廷百官都对他畏惧三分，不敢得罪。狄仁杰却毫不畏惧，上奏弹劾王本立的不法行为，请求将其交付司法部门审理。唐高宗有意偏袒王本立，打算赦免他的罪行。狄仁杰据理力争道：国家虽然缺乏人才，但不缺少王本立这种人。陛下为何要爱惜此人，而亏损王法呢？如果陛下一定要宽赦王本立，就请把臣放逐到无人之地，作为忠贞之臣的警戒。这番话字字铿锵，义正辞严，点明了纵容权贵对律法尊严的损害，也以自身去留倒逼皇帝坚守法治底线。唐高宗被狄仁杰的忠直与决心所打动，最终放弃偏袒之意，下令将王本立交由法司处置，使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此事过后，朝中权贵收敛了嚣张气焰，百官也为之振奋，朝廷风气得以焕然一新，狄仁杰的刚正之名也愈发深入人心。狄仁杰在朝堂之上坚守原则，敢言直谏的刚正风骨，虽为朝廷肃清了风气，却也在暗流涌动的政治格局中埋下了仕途起伏的伏笔。公元683年，唐高宗病逝，太子李显即位，是为唐中宗，但此时的朝政大权早已旁落，实际掌控在武则天手中。权力的更迭往往伴随着动荡。次年，武则天便以雷霆手段废除唐中宗，改立李旦为帝，即唐睿宗，自己则以太后之名临朝称制，独揽朝政大权。李唐宗室与武氏集团的权力之争愈发白热化。这一时期，武则天为巩固自身统治，大力打压李唐宗室及反对自己的大臣，朝堂之上酷吏横行，政治氛围日益紧张，人人自危。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，公元686年，狄仁杰被外放为宁州刺史。宁州位于今天的甘肃宁县，地处唐朝西北边境，是多民族聚居之地，民族矛盾尖锐，治理难度较大。狄仁杰到任后，并没有采取高压政策，而是注重安抚百姓，妥善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。他深入民间，了解百姓疾苦，积极推行民族团结政策，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，鼓励各族人民和睦相处，互通有无。在他的努力下，宁州地区的民族关系得到了极大改善，社会秩序安定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。宁州百姓为了颂扬他的德政，特意立碑勒石，将他的功绩永远铭刻在石头上。当时，
御史郭翰奉命巡查陇右地区，他在巡查过程中弹劾了大批不称职的州县官吏，执法严厉，令地方官员闻风丧胆。但当他进入宁州境内后，沿途不断听到百姓对狄仁杰的称颂之声，称赞他是难得的好官。郭翰到达宁州州府后，召见当地官吏说，无需多做核查，仅从百姓的口碑中便可知狄仁杰治政之功。随后便不再停留，径直离去，并向朝廷极力推荐狄仁杰。不久，狄仁杰便被征召回朝，任命为东关侍郎，负责全国的工程建设与水利事务，重新回到了中央政府任职。公元688年，狄仁杰奉命担任江南巡抚使，前往江南地区巡查政务。当时的江南地区民间迷信之风盛行，遍布着大量的淫祠。所谓淫祠，是指民间自行设立不在国家4典之内的祠庙，这些祠庙多供奉各路邪神鬼怪、乡野神奇，既无正统教义支撑，又往往被地方豪强或巫祝利用。为祈求所谓庇佑，百姓需耗费大量钱财祭祀祈福，不仅加重了家庭负担，更滋生出虚妄浮躁之风。一些祠庙甚至成为宗族械斗、隐匿奸邪的场所，严重扰乱了当地社会秩序与民风。狄仁杰到达江南后，经过详细调查，发现当地的淫祠数量竟达1700多所，于是他果断上奏朝廷，力陈淫祠泛滥的危害，请求批准焚毁这些非法祠庙，得到了武则天的批准。在狄仁杰的主持下，江南地区的1700多所淫祠被全部焚毁，只留下了供奉夏禹、泰伯、季札、武元4位圣贤的祠庙，以弘扬圣贤之道，净化社会风气。这一举措不仅减轻了百姓的负担，还遏制了迷信之风的蔓延，得到了江南百姓的广泛支持与拥护。凭借此次巡查整顿的显著成效，狄仁杰的治政声望更盛，不久后便改任文昌右丞，职位再度得到提升。同年9月，为进一步历练其地方治理能力，朝廷又将他外放为豫州刺史。豫州作为中原腹地的重要州府，辖地广阔，人口稠密，既是王朝的交通要冲，也是民生治理的关键之地。这一任命无疑是朝廷对狄仁杰能力的又一次重要托付。狄仁杰到任豫州不久，便遭遇了一场重大变故。当时越王李真在豫州起兵反抗武则天的统治，这场叛乱虽然很快就被宰相张光辅率领的大军平定，但却给豫州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。叛军作乱之时以劫掠乡里，而张光辅平定叛乱后，非但没有安抚民心、整顿秩序，反而纵容麾下将士借着平叛之名大肆勒索百姓，抢夺财物，甚至对无辜民众滥施杀戮。一时间，豫州境内城池残破，民不聊生，昔日繁华的中原州府沦为一片狼藉。目睹百姓身陷水火，遭受兵祸涂炭，狄仁杰内心悲痛万分，他既为乱局中的生民感到痛心，更对官军的暴行深恶痛绝。当将士们依仗权势向州府索要财物，胁迫勒索时，狄仁杰毫不退让，坚决予以拒绝。为制止这场无休止的残害，他毅然当面斥责张光辅，字字铿锵道：乱河南者，不过一个越王李真。如今一真死而万真生。张光辅闻言勃然大怒，当即质问这句话的深意。狄仁杰毫无惧色，义正辞严地高声辩驳：您统领30万大军，平定了一个叛乱的臣子，却不约束军队，反而纵容他们横行霸道，肆意施暴，祸害百姓，这难道不是无数个李真在作乱吗？况且那些跟随叛乱的人
都是被武力胁迫，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。您为什么要纵容那些想邀功请赏的人去屠杀已经投降的民众呢？恐怕这些百姓的冤屈之声会沸腾起来，直达上天啊！如果能拿到天子赐下的斩马剑，架在您的脖子上，我虽死如归。这番话痛斥了张光辅纵容部下残害百姓的滔天罪行，也揭露了其滥杀归降之众、邀功请赏的卑劣行径，字字直指核心，振聋发聩。张光辅虽然无言以对，但却对狄仁杰怀恨在心。班师回朝后，张光辅便迫不及待地向武则天进谗言，诬告狄仁杰出言不逊，侮辱宰相，意图诋毁其声誉。彼时武则天正着力巩固统治，对朝堂权臣仍有倚重，加之对狄仁杰的刚直或许尚存顾虑，最终听信了张光辅的谗言，将狄仁杰贬为富州刺史。富州地处偏远，远离政治中心，自然条件艰苦，民生凋敝，这无疑是狄仁杰仕途上遭受的一次重大挫折。但即便身处逆境，遭逢不公，狄仁杰始终坚守本心，不改其志。他从未因贬谪而消沉懈怠，抵达富州后，依旧将百姓福祉放在首位，勤勤恳恳处理政务，安抚当地民心，整顿地方秩序，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造福一方的初心。其高尚品格与务实作风，即便在偏远之地也熠熠生辉。公元690年，武则天迈出了改写历史的一步，正式称帝，中国历史由此进入唯一的女皇帝统治时期。为巩固来之不易的武周政权，武则天一面大力提拔拥护自己的有识之士，一面以铁腕手段打压反对势力。彼时酷吏当道，告密盛行，政治氛围虽依旧紧张，却也为真正的人才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遇。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，狄仁杰的才干与声名早已深入人心。他凭借多年来累积的卓著政绩，从洛州司马升任地官侍郎，代理尚书事务，意味着狄仁杰正式跻身权力中枢，成为朝堂核心重臣。武则天对狄仁杰的信任与器重，在君臣相处中尽显无疑。他曾当面提及狄仁杰早年在豫州的治政功绩，赞许道：“你在豫州任职时，政绩十分出色，深受百姓爱戴。现在你想知道当初是谁诬陷你，让你被贬官的吗？”面对皇帝主动递来的清算机会，狄仁杰却神色从容，躬身答道：“陛下如果认为我当初有过错，我必定认真改正；如果陛下明白我并无过错，那便是我的天大幸运。至于当初诬陷我的人，我并不想知道是谁，在我心里，所有同僚都算得上是良师益友，还请陛下不必告知。”这番话没有丝毫怨怼之气，既体现了对君主的绝对敬重，更彰显了宽容大度、不计私怨的高尚胸襟。武则天原本或许只是试探，却被狄仁杰的格局与气度深深打动，此后也愈发倚重这位能臣的治国之才。正当狄仁杰在宰相任上欲大展宏图时，命运的波折却猝不及防地袭来。他的宰相生涯仅仅维系了4个月，便遭遇了一场足以致命的灭顶之灾。当时酷吏来俊臣凭借武则天的信任，手握生杀大权，专以罗织罪名，大兴冤狱为能事，无数忠良之臣惨遭其陷害，朝堂上下人人自危。来俊臣觊觎狄仁杰的宰相之位已久，更忌惮其刚正不阿的品性会阻碍自己的专权之路，于是捏造罪证，诬告狄仁杰谋反，将其逮捕下狱。按照当时武州的刑狱规定，犯人一旦主动承认谋反罪名，便可减免死罪，
改为流放或其他轻刑。来俊臣深知狄仁杰性情刚烈，为逼迫他认罪，当即对其施以严刑逼供，各种残酷刑罚轮番上阵。狄仁杰身陷囹圄，他明白，若执意不认罪，只会遭受更极致的折磨，最终难逃惨死狱中的结局。唯有活下去，才有沉冤得雪，再报家国之日。权衡之下，狄仁杰无奈之下只得假意认罪。来俊臣见狄仁杰认罪，便放松了对他的看管，只等朝廷下令行刑。狄仁杰并未因暂时的妥协而放弃自救，他时刻寻找着洗刷冤屈的机会。终于，他趁看守不备，悄悄向狱卒借来笔砚，随后拆开身上的被褥，抽出里面的帛布，在上面详细写下了自己的冤情，从被诬告的缘由到遭受的酷刑，字字泣血，句句恳切。写完后，他将帛书小心翼翼地藏在棉衣夹层中，对狱卒谎称：如今天气日渐炎热，烦请你将这件棉衣交给我的家人，让他们帮忙拆掉里面的棉絮，以便清凉度日。狱卒并未察觉其中暗藏玄机，便爽快地答应了，将棉衣转交给了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。狄光远拿到棉衣后，心中深知父亲素来谨慎，绝不会无故让家人拆棉，于是当即仔细检查，很快便发现了藏在夹层中的帛书。读完父亲的冤情，他悲愤交加，不敢有片刻耽搁，立即揣着帛书赶往皇宫，求见武则天，当面为父亲申冤。武则天得知此事后十分惊讶，召见来俊臣询问情况。来俊臣谎称狄仁杰等人在狱中待遇优厚，并未遭受虐待，而且确实有罪，还伪造了狄仁杰的谢词表，呈给武则天。武则天并不完全相信来俊臣的话，派通事舍人周琛前往狱中查看。来俊臣提前做好了准备，让狄仁杰等人穿上整齐的衣冠，站在牢房西边。周琛因惧怕来俊臣的权势，不敢向西张望，只是草草查看了一下，便回去复命。即便如此，武则天依旧没有打消疑虑，她决定亲自召见审问狄仁杰。狄仁杰哭着回答说：臣若不承认谋反，早已死于鞭笞下了。武则天又拿出谢词表让他看，狄仁杰坚决否认，说自己从未写过谢词表。武则天经过调查，才得知谢词表是来俊臣伪造的。真相大白后，武则天当即下令将狄仁杰释放，但或许是顾及酷吏集团的势力，或许是仍有一丝忌惮，他并未让狄仁杰官复原职，而是将他贬为彭泽县令。狄仁杰虽再次遭遇贬谪，但终究凭借自己的智慧与隐忍保住了性命。公元696年，契丹部突然起兵反叛武州，大军势如破竹，迅速攻陷冀州，河北地区顿时陷入一片恐慌。敌军的兵锋所及，城池残破，百姓纷纷扶老携幼逃离家园，原本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彻底陷入混乱，边境危机迫在眉睫。此时的武则天急需一位兼具胆识、威望与治政能力的官员前往河北，一方面安抚流离失所的百姓，稳定民心，另一方面统筹防务，抵御契丹军队的进一步南侵。在这危急关头，他想到了狄仁杰，这位历经宦海沉浮却始终刚正不阿、务实干练的能臣，正是化解危机的最佳人选。于是武则天当即下旨，任命狄仁杰为魏州刺史，命他星夜赶赴前线，收拾河北残局。狄仁杰抵达魏州时，眼前的景象已然一片萧条。前任刺史独孤思庄因惧怕契丹军队进攻，采取了极端的防御策略。他将城外所有百姓强行驱赶到城中，集中力量修缮防御工事，全然不顾农田无人耕种的后果。此举导致大片庄稼荒芜，城中百姓拥挤不堪，粮食短缺，
生活困苦，民心愈发惶惶不安。狄仁杰到任后，立即下令将百姓全部放回农田，让他们安心耕种，同时调拨州府储备物资，缓解百姓的生活困境。面对百姓心中残留的恐惧，狄仁杰亲自出面安抚，掷地有声地说道：贼军尚在远方，何必如此惊慌失措？就算贼军真的打过来，有我在此抵挡，必定不会让百姓们遭受兵祸之苦。契丹军队得知狄仁杰出任魏州刺史后，深知他智勇双全，又看到魏州百姓安居乐业，防守严密，便不敢贸然进攻，主动退兵而去。一场迫在眉睫的边境危机，竟在狄仁杰的从容应对下消弭于无形。魏州百姓对狄仁杰感激涕零，纷纷传颂他的功绩。为了永久铭记这份护境安民之恩，百姓们自发集资为他立碑纪念，让他的德政佳话在河北大地代代相传。凭借安抚魏州、逼退契丹的卓越功绩，狄仁杰很快又被调任幽州都督，全面负责北方边境的军事防御重任。幽州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战略要地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武则天对狄仁杰的信任与倚重也愈发深厚，特意赏赐给他象征高官品级与荣耀的紫袍和龟带，紫袍上绣有12个金字，既是对狄仁杰过往忠诚与功绩的高度肯定，也饱含着对他未来辅佐朝政、再创佳绩的殷切期许，成为武周时期君臣相知的一段佳话。公元697年，狄仁杰被重新召回京城，再次担任宰相。此时的狄仁杰已不再是初登相位时锋芒毕露的能臣，多年的宦海风波、朝堂历练让他褪去了青涩，更添了几分成熟稳重与深邃通透。不久后，朝廷又加授狄仁杰右肃政台御史大夫一职，让他在执掌中书政务的同时，肩负监察百官、整顿吏治的重任。身兼二职的狄仁杰始终坚守正人先正己的原则，以身作则，率先垂范，从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，更不纵容亲友故旧的不法之举。在监察工作中，他秉持公正严明的态度，确立严格的核查规制，对朝中贪污腐败、违法乱纪的官员，无论其官职高低、背景深浅，都一查到底，坚决予以弹劾追责。在他的铁腕整治下，不少尸位素餐、贪赃枉法之徒被罢官问罪，朝堂之上投机钻营的歪风邪气得到有力遏制，清廉务实的风气进一步进化，百官履职更加勤勉谨慎。朝堂吏治渐趋清明之际，边境的狼烟再次燃起。公元698年，突厥部入侵赵州和定州，大肆掠夺人口与财物，河北百姓再次陷入流离失所的苦难之中。武则天当即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元帅，率领10万大军出征御敌，务必击退突厥，稳定边境。狄仁杰接到任命后，即刻整肃军纪，调配粮草，率领大军星夜赶赴河北前线。唐军军容严整，声势浩大，突厥军队原本打算继续南下侵扰，见唐军主力迅速集结而来，深知难以抗衡，便不敢恋战，带着此前掠夺的人口和财物，从武回岛仓促撤退。狄仁杰见状，立即下令大军追击，试图夺回被掳百姓与物资，但因突厥军队轻骑奔逃，速度极快，最终未能追上，只能率军驻守边境，防备敌军再次来犯。击退突厥主力后，边境的军事威胁暂告解除，但战后的安抚工作却更为紧迫。河北地区历经战乱劫掠，田园荒芜，民生凋敝，更棘手的是民心浮动。当时许多河北百姓是在突厥军队的武力胁迫下，
被迫参与了叛乱相关的活动，如今突厥撤退，这些百姓既担心家园残破难以生存，更惧怕朝廷追究罪责，于是纷纷逃匿到山林之中，不敢返回故乡，这让河北的社会秩序难以恢复。为尽快安定民心，重建家园，武则天随即任命狄仁杰兼任河北道安抚大使，全面负责战后河北地区的百姓安抚、生产恢复等事务。狄仁杰抵达河北后，首要之事便是摸清民心症结。他很快便了解到逃亡民众的顾虑。深知民为邦本，民心安则天下安的狄仁杰，当即决定上书武则天，请求朝廷赦免河北诸州百姓的胁从之罪。他在奏书中恳切点明了大国治理当以宽宏为本的道理，又分析了追责与赦免对民心的不同影响，逻辑缜密，言辞恳切，充分体现了他以民为重的治国理念。武则天早已见识过狄仁杰安抚民心的能力，认同他的治国主张，接到奏书后当即采纳了这一建议，下诏赦免河北诸州百姓的胁从之罪，明确表示既往不咎，鼓励逃亡百姓尽快返乡。诏书下达后，逃匿山林的百姓纷纷得知朝廷的宽宥之意，心中的恐惧彻底消散，便陆续走出山林，返回故乡。狄仁杰趁热打铁，又组织官员调拨粮食等物资，帮助百姓修缮房屋，恢复农耕，同时妥善安置无家可归的流民，协调解决邻里纠纷。在他的悉心安抚与有序治理下，河北地区的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稳定，百姓的生活逐渐回到正轨，战后的疮痍很快得到初步抚平。无论是朝堂之上的整肃吏治，还是边境前线的御敌安邦，狄仁杰始终以家国为重，以民生为念的担当，让武则天对他的信任与倚重愈发深厚。而狄仁杰也深知，边境的安定、民生的复苏只是一时之物，唯有确立稳固的国本，才能让王朝长治久安。在他看来，当时武周政权最核心的隐患，便是悬而未决的楚魏之争，这不仅关乎皇权传承，更维系着李唐宗室的存续与天下民心的向背。因此，在平定河北、稳固边疆之后，狄仁杰将治国重心转向了这一决定王朝未来的关键议题，而这也成为他一生最为重要的功绩。武则天称帝建立武周后，立储问题便成为萦绕在他心头的核心难题，也成为牵动朝堂全局的敏感议题。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，她既希望通过立自己的侄子武三思或武承嗣为太子，将皇权牢牢掌控在武氏宗族手中，以此巩固武周政权的延续，又深知人心向唐的根基未改，若强行立武氏子弟为储，必然会遭到朝中大臣的集体反对，甚至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政治动荡，动摇统治根基。这种两难的考量，让武则天在立储问题上迟迟难以决断。而朝堂之上，大臣们虽大多心系李唐宗室，倾向于立李唐子弟为太子，但畏惧武则天的铁腕权势与猜忌之心，纷纷选择缄口不言，无人敢轻易触碰这一敏感话题，楚魏之争的僵局就此形成。在满朝文武噤若寒蝉之际，唯有狄仁杰始终坚守天下为公的初心，毫不畏惧可能招致的杀身之祸，多次在武则天面前直言进谏，以委婉却坚定的方式劝说他立李显为太子。他深知楚魏归属不仅关乎皇权传承，更关乎天下安定，若处置不当，必将引发祸乱。狄仁杰的进谏并非一味强硬争辩，而是善于抓住时机，循循善诱，甚至通过举荐人才的方式为李唐复辟暗中布局。
有一次，武则天与狄仁杰商议朝政时，主动问道：“朕想选拔一位贤才委以重任，你认为谁合适？”狄仁杰敏锐地察觉到这是进言的良机，并未直接回应，而是先反问：“不知陛下打算让这位贤才担任何种职务？”武则天答道：“朕想让他出任将相，辅佐朝政。”狄仁杰当即顺水推舟，推荐道：“若论文采韵界，处事稳妥。”苏味道：“李乔二人固然是合适人选，但陛下若想寻求着落不群、能担大任的奇才，那荆州长史张柬之便是不二人选。此人虽已年迈，但胸中谋略深远，具备宰相之才，绝非寻常官员可比。”武则天素来信任狄仁杰的识人眼光，当即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将张柬之从地方调任洛州司马。然而，狄仁杰深知洛州司马一职远未发挥张柬之的才能，更不足以让他在未来的政局中发挥关键作用。几天后，武则天再次向狄仁杰询问人才推荐之事，狄仁杰当即直言：“臣当初推荐张柬之，是认为他有能力担任宰相，辅佐陛下治理天下，而非仅仅担任司马。”在狄仁杰的极力举荐下，武则天逐步提拔其官职，最终任命他为宰相。而狄仁杰的这一举措，看似是单纯的荐贤举能，实则暗藏深谋远虑。张柬之始终心系李唐，后来正是在他的主导下，发动了神龙政变，逼迫武则天退位，拥立李显复位，成功恢复了李唐江山。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狄仁杰当年的慧眼识珠与步步铺垫。举荐张柬之的背后，是狄仁杰为李唐复辟布下的长远棋局，而在立储这一核心议题上，他更从未停下劝谏的脚步，始终抓住一切可乘之机，以循循善诱的智慧打动武则天。他深知武则天虽手握皇权，却也深受传统宗法观念与民心向背的影响，因此从不疾言厉色强谏，而是巧用隐喻，援引情理，一步步消解他立武士子弟为储的执念。有一次，武则天心绪不宁，对狄仁杰说道：“朕近来多次梦见完双陆棋，却总也赢不了，这是什么征兆？”狄仁杰与一旁的王方庆立刻抓住这个契机，顺势进言：“双陆棋赢不了，核心在于没有子啊！上天或许是用这个梦境警示陛下，太子乃是天下的根本，根本一动摇，天下就会陷入危局。陛下迟迟不立储，正是民心不安、天意示警的表现。”这番话将梦境与国本巧妙关联，既不显得刻意说教，又点中了问题的要害，让武则天心中泛起波澜。除了借梦境进谏，狄仁杰更常常在日常议政中以情理打动武则天。他曾从容恳切地对武则天说：“太宗皇帝当年栉风沐雨，亲自冒着危险平定天下，就是为了将江山传给子孙后代。先帝更是将2位皇子托付给陛下照料，如今陛下却想将皇位传给异姓的武士宗族，这恐怕违背了天意啊！况且姑侄关系与母子关系，哪一个更为亲近？陛下若立儿子为太子，千秋万岁之后，还能配享太庙，代代受子孙祭祀，香火不绝。可从未听说过有侄子当了天子后，会把姑姑的牌位供奉在太庙里的。”这番话既追溯了李唐创业的艰辛，又点出了宗法伦理的核心，句句在理，字字恳切。武则天起初对这样的劝谏十分不满，说道：“这是朕的家事，你不宜干预。”狄仁杰却毫不退缩，答道：“王者以四海为家，天下之事哪一件不是陛下的家事？况且臣身为宰相，肩负着辅佐陛下治理天下、安定社稷的重任，
立处这样关乎国家安危的大事，臣怎能坐视不管，不闻不问呢？这番话义正辞严，既阐明了宰相的职责，又坚守了天下为公的立场，让武则天无法再以家事为由搪塞。后来，武则天心中立武氏子弟为储的想法逐渐动摇。公元698年，他终于下定决心，派人前往房州，迎接庐陵王李显返回洛阳。李显抵达洛阳后，武则天并未立刻公开他的身份，而是将他藏在宫中的帐幕之后，随后召见狄仁杰。席间，武则天故意提及庐陵王的旧事，观察狄仁杰的反应。狄仁杰一听到庐陵王三字，顿时情难自已，声泪俱下的再次劝说武则天立李显为太子，言辞恳切真挚，字字饱含对李唐江山的赤诚与对天下安定的期盼，感人至深。武则天见狄仁杰如此忠诚执着，心中最后一丝顾虑也烟消云散。她轻轻掀开帐幕，将李显引出，对狄仁杰笑着说：“朕现在将皇太子还给你。”狄仁杰见状，当即跪地叩首，连连感谢，喜悦激动之情溢于言表。随后，他又向武则天建议，太子回归乃是天下大事，应当以隆重的礼仪迎接，昭告天下百姓，这样才能安定人心，杜绝流言蜚语。武则天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下令将李显先安置在龙门，随后按照太子的规格礼仪，将他正式迎回宫中，册立为皇太子。消息传出，朝野上下一片欢腾，百姓奔走相告，人心彻底安定下来。狄仁杰的这一举措，不仅成功挽救了李唐王朝的命运，让皇权重新回归李氏宗族，更避免了因皇位继承问题引发的大规模政治动荡，为后来唐朝的中兴与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，其深远影响贯穿了此后的盛唐岁月。随着李显被册立为太子，武周政权的继承危机彻底化解，朝野上下人心安定，狄仁杰也因定策之功愈发受到武则天的倚重与信任。公元699年，狄仁杰升任内史，这一职位在武周政权中位列宰辅核心，是最高行政长官之一，意味着他真正成为武则天治理天下的左膀右臂，手中的权力与肩上的责任都达到了仕途顶峰。此时的狄仁杰早已不是单纯的能臣，更成为武则天最为信赖的国老，君臣二人之间的相知相契，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。公元700年，盛夏时节，武则天前往三阳宫避暑，按照惯例，王公百官皆需随行侍从，照料皇帝起居与处理日常政务。唯独对狄仁杰，武则天格外恩宠有加，她特意赏赐给狄仁杰一座位于三阳宫附近的专属住宅，允许他不必每日随驾奔波，可在府中安心休养，处理公务。这份超越群臣的殊荣，在当时无人能及，既彰显了武则天对狄仁杰身体的体恤，更饱含着对他无可替代的信任与敬重，成为狄仁杰晚年备受恩宠的直接见证。从朝堂建政到民生治理，狄仁杰的远见卓识不仅体现在内政与司法领域，在对待少数民族与外邦的问题上，更展现出超越时代的开明与包容。他摒弃了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的狭隘偏见，始终以辅之以德，为我所用的理念化解矛盾，为边境稳定与民族融合注入了温暖力量。当时契丹将领李凯固与骆务整凭借过人的骁勇善战，多次率军击败唐军，成为武周边境的一大威胁。后来契丹首领孙万荣死后，部族陷入混乱，李凯固与骆务整走投无路，最终决定向武周投降。消息传到朝廷后，
相关部门却以二人投降较晚，此前杀伤唐军甚重为由，上奏请求将他们及其部族全部灭族，以泄心头之恨。就在这关乎数千人命运的关键时刻，狄仁杰再次挺身而出，坚决反对灭族之举。他上奏武则天说，李凯固、骆务整二人皆是骁勇绝伦的猛将，他们此前能为契丹尽心效力，屡立战功，足见其忠诚与能力。如今既然选择归降，若陛下能以恩德安抚他们，他们必定会感恩戴德，为我武周尽心竭力。这样的猛将实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，岂能因一时之怨而痛下杀手？武则天深知狄仁杰向来以国事为重，且眼光独到，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下诏赦免李凯固与骆务整的所有罪责，不仅没有加罪于他们，反而任命二人为将领，让他们率领旧部攻打契丹的残余势力。二人感念武则天的赦免之恩与狄仁杰的举荐之情，果然奋勇作战，所向披靡，最终成功平定了契丹残余势力，彻底解除了北方边境的隐患。后来李凯固在寒书殿向武则天献上俘虏与战利品，朝廷上下一片欢腾。武则天龙颜大悦，当即任命李凯固为左御前卫大将军，封燕国公，并赐姓武氏，将其纳入皇室宗亲之列，以示恩宠。随后武则天设宴款待文武公卿，席间特意举起酒杯，面向狄仁杰说道，这都是你的功劳啊。说着便准备赏赐狄仁杰丰厚的财物与爵位。面对君主的赞誉与赏赐，狄仁杰却谦逊地起身推辞道，这并非臣的功劳，此次平定契丹残余势力，全靠陛下的神威远播，震慑四方，以及诸位将帅的奋勇争先，全力作战，臣不过是做了分内之事，实在无功可居。这番话既没有丝毫居功自傲之意，又巧妙地颂扬了君主与将士，既展现了他谦虚低调的品格，更彰显了他以国家为重，不贪功邀赏的广阔胸怀，让在场众人无不敬佩。狄仁杰的一生不仅以安邦定国的卓著政绩彪炳史册，更以知人善任、见贤举能的远见卓识被后世称颂。他深知治国之要，守在德人，人才是维系王朝长治久安的根本，因此终其一生都将发掘、举荐贤才视为己任，为朝廷遴选了大批德才兼备的栋梁之臣，为唐朝的稳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。除了此前力荐的张柬之，这位后来主导神龙政变、恢复李唐江山的核心人物，狄仁杰还先后向朝廷举荐了下官侍郎姚元崇、监察御史桓彦范、泰州刺史敬辉等数十位贤才。这些人或兼具谋略与实感，或刚正不阿，敢于直言，在狄仁杰的引荐下得以进入仕途核心，后来纷纷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。姚元崇历任3朝宰相，推行改革，整顿吏治，成为开创开元盛世的关键功臣。桓彦范、敬辉则与张柬之并肩，在神龙政变中发挥重要作用，助力李唐复辟。他们共同为唐朝的政局稳定与国力提升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当时朝野上下都知晓狄仁杰善于荐贤，有人特意对他感叹道，天下的贤才俊杰几乎都出自您的门下啊。面对这样的赞誉，狄仁杰却神色坦然，诚恳答道，举荐贤才是为了国家社稷，并非为了个人私利。短短一句话，尽显他以国事为重，不谋私恩的高尚品格。狄仁杰的荐贤之道，向来秉持唯才是举的准则，既不避亲疏，更不计私仇。只要是有真才实学之人，即便与自己有过节，也会抛开个人恩怨，全力举荐。有一次，
武则天命令诸位宰相各自推荐一名尚书郎人选，狄仁杰经过深思熟虑，最终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狄光嗣。狄光嗣果然不负所望，上任后勤勉务实，认真负责，将尚书郎的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，政绩十分突出。武则天得知后，对狄仁杰赞叹不已，高兴地说：“你真是堪比春秋时期的齐奚呀！”齐奚是历史上著名的贤臣，以外举不避仇，内举不避子的公正无私著称。武则天将狄仁杰与齐奚相提并论，既是对狄光嗣能力的认可，更是对狄仁杰见贤公正的高度赞赏。更令人敬佩的是，狄仁杰在见贤时甚至能放下个人嫌隙。早年他被贬官途中路过汴州，因身患疾病欲停留调理，当时的开封县令霍献可却强行将他驱逐出境。狄仁杰对此始终心存不满。后来狄仁杰重返京城担任宰相，霍献可也已升任郎中，此时的狄仁杰手握举荐大权，若想报复霍献可易如反掌，但他始终没有这样做。有一次，武则天让狄仁杰推荐御史中丞的合适人选，狄仁杰2次接到旨意都未能找到满意的人选，直到第3次武则天再次询问时，他突然想到了霍献可，尽管此人曾对自己不敬，甚至早年在武则天面前已投出狱阶，执意请求处死自己，但狄仁杰深知霍献可刚正有节，堪任御史中丞之职，于是抛开个人恩怨，毅然向武则天举荐了他。最终，霍献可凭借狄仁杰的举荐出任御史中丞，在任上也展现出了出色的履职能力。这种不计前嫌、以才为先的宽容大度，不仅让世人深感敬佩，更成为后世见贤举能的典范，彰显了狄仁杰作为一代贤相的广阔胸襟与非凡气度。若说政治上的惊天伟地是狄仁杰的外在之功，那么浸润于言行举止间的个人品德，便是他流芳千古的内在之魂。他不仅以贤相之名垂世，更在孝亲、诚信、正直等诸多方面堪称世人典范，其品格如温润美玉，历经岁月打磨，愈发熠熠生辉。狄仁杰自幼便将孝悌2字刻进骨子里，孝顺父母、关爱家人是他始终坚守的准则。早年他曾随唐高宗巡幸汾阳宫，途中一行人登上太行山，行至山顶时，狄仁杰望见天际一朵白云孤然飘飞，忽然驻足凝望，对身边侍从感慨道：“我的父母就住在这白云之下。”说罢，他久久伫立原地，目光追随着那朵白云缓缓飘远，直至再也看不见，才收回视线，不舍离去。这一幕看似寻常，却将他对父母的思念与牵挂展现得淋漓尽致，成为流传千年的孝亲佳话。后世虽用白云亲舍、白云孤飞作为客居他乡思念父母之词。然而天不假年，就在公元700年的9月，狄仁杰不幸因病去世，享年71岁。这位历经3朝，一生为国家操劳的贤相，终究没能逃过岁月的侵蚀，永远闭上了双眼。消息传到宫中，武则天悲痛万分，当即罢朝3日，以示哀悼。她望着空旷的朝堂，哽咽着对左右近臣说：“朝堂空矣。”这句简短的感叹，道尽了他对狄仁杰无可替代的倚重与失去良臣的切肤之痛。为表彰狄仁杰的卓越功绩与忠诚品格，武则天追赠他为文昌右相，谥号文惠，并特许其陪葬乾陵，这一唐代帝王陵寝中规格最高的待遇，足以见得狄仁杰在武周政权中的特殊地位。狄仁杰的离世不仅让朝堂陷入哀悼，更在民间引发了巨大震动。从他曾任职过的滨州、宁州、魏州到京城长安、
百姓们自发罢市举哀，街头巷尾皆是身着素服的民众，许多地方甚至为他建立生祠，常年供奉香火，以寄托对这位父母官的感恩与思念。那些曾被他举荐的贤才更是悲痛不已，将传承狄仁杰的治国理念，守护天下苍生视为己任，成为日后稳定唐朝政局的重要力量。公元705年，狄仁杰生前所举荐的张柬之、桓彦范等大臣发动神龙政变，逼迫武则天退位，迎立庐陵王李显复位，李唐王朝得以复辟。这场政变的成功，不仅实现了狄仁杰生前复李唐神奇的夙愿，更印证了他见贤举能的远见卓识。他所遴选的人才，如同为李唐江山埋下的种子，在恰当的时机绽放出挽救社稷的力量。唐中宗李显复位后，感念狄仁杰对李唐王朝的再造之功，追赠他为司空。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，更是将狄仁杰追封为梁国公，让其功绩在皇家祭祀中永垂不朽。狄仁杰的溘然长逝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，但他的精神与遗产却穿透历史烟云，光耀千秋。他的一生是一部在帝国鼎盛与转型期内，一位儒臣所能抵达的人格、智慧与事功的巅峰史诗。对其评价，必须超越神探或贤相的单一标签，从道德、政治、制度、文化等多维视角，审视其跨越千年的深邃价值与永恒意义。首先，狄仁杰是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完美践行者，更是封建时代士大夫精神的标杆。他根植于儒家经典，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融贯一生，实现了道德信念与政治实践的高度统一。作为内圣，他孝亲爱民，宽容仁厚，白云孤飞的思亲佳话彰显人伦温情，待同僚出使的义举尽显处世人心，面对诬告不计私仇，身居高位不谋私利，始终保持着谦卑自守的品格。作为外王，他以仁爱与正义作为行为准则，执法如山，却心存悲悯，一年审理万余案而无冤旨，核心并非单纯的治理身段，而是不忍人无辜蒙冤，不忍见百姓受苦的道德自觉。他对唐高宗的据理力争，对张光辅的当面斥责，对武则天的循循善诱，乃至狱中隐忍自救，无不体现着以道事君、不可则止的儒家风骨，以及守死善道的坚韧智慧。这种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态度，让他成为朝野上下共同敬仰的道德楷模，也为后世士大夫树立了心怀天下、坚守本心的精神坐标。其次，他是兼具战略远见与务实精神的政治巨匠，更是王朝转型期的稳定舵手。在武则天称帝、李唐与武周权力交替的空前复杂变局中，狄仁杰展现出超越时代的政治智慧。他不执着于一姓一朝的狭隘忠诚，而是以天下苍生与国家稳定为最高准则，在承认武周政权合法性的前提下，最大限度维护王朝元气与民生福祉。面对酷吏政治的恐怖氛围，他深谙硬抗则亡、隐忍则存的生存智慧，选择保全自身，却始终在关键位置坚守原则，暗中发力，推动赦免河北胁从百姓以安民心，整顿吏治以清政风，安抚边境以固国防，每一项举措都紧扣稳定与民生的核心。而他最终推动李显复立太子，绝非简单的复唐复古，而是基于对母子亲情胜于孤职名分的人性洞察、人心思唐的社会现实判断，以最小代价促成王朝平稳过渡，避免了权力真空引发的大规模动荡。这种顺势而为却不失本心、务实变通，
却坚守底线的政治智慧，使其成为封建时代处理政权更迭、化解政治危机的典范。再者，他是制度建设的践行者与人才战略的播种者，为盛唐延续奠定了核心根基。狄仁杰的贡献不仅在于具体政绩，更在于对制度价值的坚守与人才梯队的构建。在司法领域，他坚持罪行相当、证据为本，反对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，为后世封建司法确立了慎行须臾的基本准则。在人才选拔上，他秉持为国举贤的公心，超越亲疏恩怨，举荐张柬之、姚崇、桓彦范等数十位经世之才，这些被他精心培育的栋梁，直接影响了此后数十年唐朝的政治走向。他如同一位高明的战略家，在五周时代的土壤中埋下人才的种子，最终在开元年间绽放出盛世之花，其为万世谋远的人才战略，成为唐朝从五周过渡到开元盛世的关键纽带。最后，他是跨越时代的文化符号，其精神遗产深刻塑造了后世的政治伦理与民间信仰。狄仁杰的影响早已超越其所处的时代，在政治层面，他刚正不阿，为民请命，选贤任能的为官之道，成为后世为官者的行为准则。宋代包拯、明代海瑞等清官廉吏均以其为榜样，其治政经验被纳入《资治通鉴》等典籍，成为封建王朝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司法层面，他公正无私、明察秋毫的形象，经后世演绎形成《狄公案》等文学作品，逐渐演变为民间神探符号，既满足了民众对公正司法的永恒向往，也传播了证据、情理、法治的朴素理念。在精神层面，他身处逆境而不丧志，手握大权而不谋私，面对变局而不失据的人生态度，激励着后世无数人在困境中坚守底线，在变局中把握方向。更为可贵的是，狄仁杰的价值超越了封建时代的局限，他证明了在专制体制下，个体可以实现个人价值与家国责任的统一。他既非盲目效忠的愚臣，也非投机取巧的权臣，而是以天下为公的终极追求，在权力漩涡中寻找到平衡，既维护了王朝稳定，又守护了百姓福祉。这种顺势而为、坚守本心的智慧，以民为本、以法为纲的担当，即便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。他提醒为政者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公正、为民、选贤、务实始终是治理的核心要义。他也启示普通人，在复杂环境中坚守底线，胸怀大局，方能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。狄仁杰之所以能成为千古传颂的传奇，正在于他将崇高的道德情操、超凡的政治智慧、务实的工作能力与深远的历史眼光融于一炉。他不仅是唐朝由贞观之治向开元盛世过渡的关键舵手，更是中华文明史上良相范畴内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。他的故事历经千载而愈发鲜活，昭示着一个永恒的真理：真正的力量源于无瑕的品格与深邃的智慧，它能穿越任何时代的迷雾，指引家国驶向光明的彼岸。历史从未远去，它在声音中回荡。我是深入历史，我们下期再见。